出什么事了？告诉我啊！来来来，擦擦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！我从小就没了爸爸，一直跟我妈妈相依为命。自从进了沈家，本来以为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可是现在长青不认我，还把我和我妈赶了出来。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真的对我好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啊，别难过了，我这不是陪着你呢吗？再说了，长青她也是因为生病，她才会这个样子。我觉得等她记忆恢复了，她还会像以前那样对你，你们还是好姐妹。别哭了啊！真的吗？嗯。这几天我特意跑了很多地方，问过很多专家，又去图书馆查了好多资料，基本上都说长青这种病需要多关心她，多跟她讲讲以前的事儿，多带她去其他地方走走，这样才会恢复记忆。你呀，就是太善良了。你放心，即使长青以后不认你，我也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赵宇哥，谢谢你，你对我真好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。没事。喂，我现在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，下午的会按时进行，你提前30分钟通知各部门到场，把数据整理成表格给我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脱了皮鞋，累死我脚了。你说你这回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好到机场去接你啊。也是临时决定回来的，回来开个会。再说了，牛总那么忙，那个劳烦您亲自接送啊。哎，长青，哎，坐坐坐，给我。这是长青啊！啊，都长这么大了。那是因为咱们都老喽。哎，长青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你徐阿姨，我的老朋友，刚从美国回来。哎，你好，阿姨。你好，你好，长得可真漂亮，和你妈妈一样漂亮。阿姨，您认识我妈妈啊？啊，还是在你妈妈的结婚宴上，我们见过一面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乔姐去买点菜，今天晚上我给你们露两手。我就算了，我还得开会呢，我是特意来给你送螃蟹的。呵，就嫌你忙了啊！咱俩今天晚上有口福喽。长青也喜欢吃螃蟹吗？是啊，人家都说我跟欧叔叔2个人是一张嘴。欧叔叔喜欢吃的，我也喜欢吃。那太好了，那我这螃蟹算是送对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说要回来筹划一个化妆品厂吗？厂子有什么进展啊？目前还在筹划当中，虽然有些困难，但你知道我的，我这人啊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是。喂，好，我这个回去，我要走了，那边催我呢。啊，这么急啊？啊，来匆匆去匆匆的。哎，你把咖啡喝了吧？不喝了，改天吧。我走了。好，长青，有时间到阿姨家做客，阿姨给你做西餐吃。走了，打电话吧。好，慢点走啊。拜拜。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呀？做了这么一桌子菜啊！你先坐下，先尝尝我做的红烧鱼，我再告诉你。哎，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，还是你一贯的水准。哈哈，雅琴啊，今天到底是什么大日子呀？今天呢，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的日子。哦，我还记得那时候你答应我，你一定会娶我。这
这一推要20多年过去了，不知道以后会拖到什么时候。雅琴呐，我知道我欠你们的，这一辈子都还不上了。不过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韦森，我不要你的补偿，我也不想让你亏欠我们什么。我只想我们3口人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。我这要求过分吗？你这个要求啊，当然不过分，只是啊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看这沈家我们是回不去了。这些日子我也看出来了，你在那儿啊是表面风光，其实日子很不好过。沈家毕竟是姓沈，不是由你一个外人能说了算的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等长青的病好一些了，就接你们回去。我说句你不爱听的，魏森，这沈家呀，是沈长青做主，只要他不想让我们回去，那我们就回不去。即便是回去了，也待不下去。那就别回去了，这儿一样能够住人。当初你们说的好好的，可以搬到沈宅，给我闹出这么多的事情来，你说这能怪谁？都怪我，怪我，韦森。你不要生气嘛，我知道你是真心的为我们好。可是现在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机会，让长青和佳慧好好的相处？现在长青失忆了，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只要我们相处的好了，那就顺理成章可以搬回去了。我一直就怀疑你妈的死因。潘美森，他对不住易如，当初就不应该让易如嫁给他。是丁雅琴偷偷干的。爸爸过去的时候，他就跑掉了。你说你爸爸并不知道？爸爸虽然对不起妈妈，可是他是不会害死妈妈的。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失忆，我当时不知道别的办法，所以只能想出这个办法。这是我的缓兵之计。蛇蝎心肠！你说他们害死了易如，还要害你，我没有见过这么狠毒的人。是我跟妈妈都太单纯、太无知了。我们真心真意的对别人好，可是从来没有想过，人心居然可以这么坏。外公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：自己犯下的错误要自己承担。这么多年来，我都没有看出来，都是我的不好。所以，我发誓我一定不会再让他们为所欲为了。我一定要替妈妈讨回公道。长青，你没有必要自责，是他们太阴险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欧叔叔，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长青，你装失忆的事，他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这件事情，我只跟您还有容妈说过，其他人我都没有说。丁雅琴这个女人，忍辱负重几10年，可见她的心计有多重啊！长青，你得先稳住，现状都失忆，越是任性，越刁蛮越好。你想想，丁家母女处心积虑这么多年，为了什么？他们想占据沈家。你只要装作不上进，这样你对他们来讲就不是威胁，你就可以安全地实施你的计划。不过这件事最好不要让你爸爸知道。欧叔叔，你是怀疑我爸爸？你爸爸跟丁雅琴10几年了，感情肯定不一般。你想，丁家人害你，他都没为你讨公道。
可见这对母女在他心里的分量可不轻啊！如果你妈妈知道真相之后，我怕事情会更加麻烦。所以，长江，你给我记住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，特别是你爸爸。早安，爸爸。啊，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嗯。长青啊，快坐下，爸爸有话跟你说。什么话呀，爸爸？长青啊，这几天爸爸一直在自责。你从小身子就弱，爸爸忙于工作，没能照顾好你。现在出了这种事，都是爸爸的错。爸爸真觉得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的妈妈。爸爸，你怎么觉得对不起我，对不起妈妈了？哦，对不起你妈妈，是因为爸爸没能照顾好你呀，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呢。爸爸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每天工作都很忙，我很理解你，所以不怪你。长青真的长大了，会为爸爸着想了，爸爸真开心。来来来，吃吧。啊，长青啊，今天晚上啊，你丁阿姨和你佳慧姐姐呢，回家来做客。你呢，好歹看在爸爸的面子上啊，心平气和的，多多了解一下他们，好不好？哎，你放心，不管谁在这个家里出现，你在爸爸的心中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哈哈，来来，快吃吧！啊，原来爸爸是为了他们。哼，想把我们赶出去，门儿都没有。你听着，既然长青已经失忆了，那我们就把它当做是第一次见面，假装谁也不认识谁。说话做事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要惹长青。那要是沈长青来招惹我呢？那也得忍着，一定要给沈长青留下一个好印象。如果再惹麻烦，谁也救不了你。记住了？知道了。姑爷。哦，荣妈。啊，雅琴和佳慧来了，你让长青下来一下。荣妈，我们回来。丽嫂，去把长青叫下来，就说我们有客人来。好。哼，死老太婆！等我嫁进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赶走。爸爸。长青啊，你看谁来了？长青，最近还好吗？听你爸爸说你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我很担心。今天特地带佳慧过来看看你。我们很熟吗？没有关系，我们就当重新认识一下。长青，这是阿姨的女儿丁佳慧。佳慧啊，这位是长青，希望你们俩以后好好的相处，就像亲姐妹一样。你好，我叫丁佳慧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。长青啊，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爸爸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看他手上有那么多的汗，我实在是受不了。哎呀，还有你，你看你身上好像也有很多汗，而且还混着各种香水味儿，我最受不了这个味道了。长青，你胡说什么？越来越没有礼貌了。爸爸，我说错了吗？他们这个样子本来就很令人讨厌嘛。哎呀，长
长青，我跟你说，魏森，没有关系的。佳慧啊，你就去洗手间把手给洗一下吧。丁小姐，请跟我来吧。我自己认路。啊，对了，顺便洗个澡吧，把你身上难闻的味道也洗掉，要不然我会头痛的。哎呀，长青真是心细啊！长青，来，坐，还不赶快去？走。丁小姐，长青说让你多用点消毒水，好好消消毒。沈长青，你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把你赶出去的。哼！啊，长青啊，最近气色不错嘛。哼，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任你哄、任你耍、任你们欺骗的笨蛋了。想鸠占鹊巢，还得问问我答不答应。这沈长青到底是故意还是无心？如果是故意，那就说明他没有失忆。难道才几天不见，一个天真单纯的小绵羊就变成了心机深沉的小狐狸了？喂。哦，知道了。长青啊，爸爸去处理点公事，你好好招待丁阿姨啊。放心吧，爸爸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招待丁阿姨的。嗯，好。哈哈哈。洗好了。佳慧，有的人啊，脸皮就是厚，比长城还厚，都被赶出去了，还死不要脸的回来。是啊，俗话说得好，人至贱则无敌嘛。你们这些人说谁呢？佳慧，他年纪小不懂事，但是年纪大了还不懂规矩的话，那可就不太好了。嗯。容妈，开饭吧。妈，今天真是太丢脸了，一点尊严都没有。尊严？尊严值几个钱呢？要是要尊严的话，那就不会有你的存在，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日子。想当初，为了把你抚养成人，我们连生存都是问题，谈何尊严？佳慧，为了以后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好，你现在在长青面前一定要懂得忍、隐忍，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明白吗？妈，我知道了。那爸爸他真的会跟你结婚的吗？当然，我还是了解你爸爸的脾气的。这么多年来，他虽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，可是他心里面还是有一点自卑的。所以我在各个场合都努力地维护他，努力提高他的地位，让他觉得他在我们心里非常重要。还有啊，你是他的亲生女儿，这么多年来他根本没有管过你，他心里面是会有惭愧的。所以这是一个机会，我们要抓住它，一定要让你爸爸跟我结婚。只有结了婚，我们才能摆脱现在的困境，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，才能把过去的屈辱都忘到脑后。魏森啊，那长青根本就没把我和佳慧放在眼里。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那我们回到沈宅的想法，可就是难上加难了。长青自从失忆以后，性格的变化确实很大，骄纵、任性，也更爱玩了。
不光是对你们，对我都是动不动就顶撞。魏森，你说他失忆会不会是假的？怎么？你还怀疑他是装的？嗯，不可能，他人好好的，干嘛这样？哎，长青啊，就是任性了一点，但他的心是不坏的。年轻人嘛，活力充沛，喜欢出去玩也很正常。你就别疑神疑鬼的了啊！哎呀，魏森，我就是随便说说嘛。啊，对了，你还得找机会，让佳慧和长青两个人好好在一起相处啊。我是这么想的。长青跟我说，他上课的时候精神不能集中，学习也很吃力。我看他正在做一个研究课题，我想啊，不如就让佳慧过去帮帮他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是个好主意。这也算师出有名，别人也说不出什么闲话。顾月说让你醒了以后到他书房去一次。哦，若妈，昨天晚上丁家母女是什么时候走的？你上楼不久，后来顾月也跟着出去了，今天早上才回来。小姐，我又怎么了？潘先生把我给辞了。为什么？爸爸，为什么要辞掉李嫂？长青啊，这大清早的，怎么这么跟爸爸说话呀？越来越没有规矩了。李嫂在我们家工作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现在让她去哪里呢？李嫂身为家里的保姆，对客人太没有礼貌了，沈家容不下这样的人。爸爸，你是在说昨天的事情吗？那不是李嫂的错，那是因为我……长青啊，你现在是个病人，只管好好养自己的病就好了。家里的一切事情啊，都由爸爸来做主，你就别管了。爸爸，自从丁佳慧母女搬进来以后，你好像变了。长青啊，爸爸没变，倒是你失忆之后变了很多。就拿你对丁阿姨母女的态度来说吧，过去的事情是什么样的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可是爸爸，你知道吗？李嫂在我们家工作了这么多年，她从小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。难道你就不能再给她一次机会吗？这件事情，爸爸已经决定了。长青啊，爸爸好歹是一家之主，难道连这个权利都没有吗？可是，长青啊，来，爸爸知道你因为失忆，不喜欢丁阿姨和佳慧。可是啊，你现在长大了，你应该回过头来替爸爸着想着想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爸爸都这把年纪了，好不容易碰到了丁阿姨，而且丁阿姨还特别的喜欢你。她喜欢我？是啊，她那是真的喜欢我吗？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假惺惺的对我好，故意在讨好我，然后取代我妈妈的位子。爸爸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谁都看得出来。哼，我看呐，就是那个欧海洋教你的，你以后少跟他来往。当年他没有追到你妈妈，一直对爸爸怀恨在心，他的话你怎么能相信呢？爸爸，欧叔叔他一直对我很好，而且对我像亲生女儿一样，他怎么就……长青，欧海洋不是你爸爸，我才是。去吧，让爸爸一个人静一静。欧海洋啊，欧海洋，20几年了，你还是阴魂不散。刚才我送李嫂，李嫂一直在哭，他们一家大小就靠她那份工资，听说还有个孩子在读大学。你说这姑爷说吵就吵，一时间叫人家怎么去找工作？都是因为是我连累了李嫂。
容妈，你去告诉李嫂，我一定会帮她想办法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她安排的。长青，徐阿姨，长青啊，你来也没说一声，阿姨好去接你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徐阿姨，没有通知你，我就自己过来了，没有打扰到你吧？没有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啊，对了，你说吧，是不是找阿姨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听说阿姨你自己有一个化妆品的工厂，所以今天过来是想求你一件事情。你说。我想让这个人去阿姨的工厂里上班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他工作很认真的，而且还很有能力。就这么点事儿？瞧你那认真样，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明天就让他来上班吗？谢谢阿姨。不客气。长青，长青，长青啊，给爸爸开开门，爸爸有话跟你说。上次是爸爸不对，爸爸话说的太重了，爸爸跟你道歉，好吗？还在生爸爸的气啊？爸爸已经派人给李嫂又送去一笔慰问金，就别再为难爸爸了，好不好？谢谢爸爸。这孩子，长青啊，爸爸听说你正在做一个研究课题。是啊，可是功课落下那么多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。哦，那怎么办呀？这样，长青啊，爸爸给你找一个人来帮帮你。找人帮我？佳慧曾经是你同班，她的功课一直都很好，又比你早毕业1年，由她来辅导你啊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我才不要他帮忙呢！哎呀，好了，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明天我就叫佳慧过来。爸爸！哎呀，孩子听话，爸爸这都是为了你好啊，好吗？听话啊。容妈，佳慧来了，你去叫长青下来一下。我们长青身子不是很舒服，那上来下来折腾着受不了，不如让丁小姐上去吧。那怎么行啊？佳慧是我特别请来指导帮助长青做研究课题的，长青难道连这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都不懂吗？姑爷，你干嘛那么大声呢？容妈虽然上了年纪，这耳朵还是听得清楚的。你，长青身子不舒服嘛，让丁小姐上去也没什么嘛，啊？容妈，你也太放肆了！这个家只要有我在，就没有你做主的份儿。就是，伟森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，是长青的父亲。容妈，你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份，总不会想替主人当家做主吧？丁小姐的话讲得很有道理，可这好像是我们沈家的事，用不着一个外人来插嘴吧？潘叔叔，没关系，既然长青不舒服，我就上去和他打个招呼好了。丁小姐跟我来吧。那就太麻烦容妈了。丁小姐啊，我们长青啊是最爱干净的，她最怕闻到什么汗味儿啊，各种各样的香水味。哎，丁小姐，我看你还是去洗个澡吧。容妈，我在来之前已经洗过了。哦，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嘛。容妈，我希望你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我妈妈和潘叔叔呢，迟早要结婚的，到时候我妈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你觉得到时候你还会有容身之地吗？丁小姐啊，这儿不管怎么说都是姓沈的。
再说，如果真的顾爷把我赶走了，我子孙满堂的，又不在乎那点薪水，怕什么？我忘了告诉你啊，只要我容妈在，不许任何人欺负长青。长青啊，你家教来了。佳慧，你要学会忍耐。丁小姐，你脸色好差，是不是病了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丁小姐，我的这些研究课题呢，可是很难的。如果你力不从心的话，我可以跟爸爸说的。我会尽力帮你的。你看，我给你带来这么多的参考书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喂，你在瞎画什么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没关系，我来慢慢跟你讲解。听好了，你看这里的实验报告，样本量的选取和数据统计的方式都有问题。有问题？丁佳慧，你以为我傻什么都不懂吗？这些课题是我老师教的，怎么会有问题呢？长青，来，你别着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，如果这样调整的话，可能会更好一些。这样明白吗？这题听不懂，听不懂。哎呀，这题我都听不懂，太难了。换一题，换一题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哎呀，我又坐到这张大床上了。怎么，怕我娶了别的女人？嗯？你敢？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真的舍得丢下我吗？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什么东西啊，乱七八糟的。长青啊，来，喝杯牛奶，补补脑。谢谢容妈。丁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忘了还有你在这里呢。没事儿。哎呀，这屋子里怎么有股怪味道？长青啊，你得休息一下，出去透透气。这扑克啊，可是持久战的。哦。我就说嘛，我觉得这个房间的空气真的很差，把我憋得都喘不过气来了。丁小姐，那我先出去透透气，你呢顺便也把思路捋一下，等你捋清楚了再来指导我吧。万一长青他听到了我们在病房里的话，假装失忆，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。沈长青，等我找到证据，我要你好看。林佳慧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来我的房间偷东西是吧？来人呐！容妈，有人偷东西啊！长青，长青，你不要再喊了，我真的没有偷你的东西，我是隐形眼镜掉了。眼镜掉了？我才不相信呢！不信你来翻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丁小姐，你这么做岂不是做贼心虚的表现吗？我现在就去告诉爸爸，让他给我们俩评评理。沈长青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刚才说我是小偷是吗？其实你才是真正的小偷！
你把原本属于我的一切都夺走了。你知道我是怎么生活过来的吗？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不要仗着失忆就在这风言风语，不要欺人太甚啊！你简直就是一个疯子！姐，不是让你给长青辅导功课吗？跑这里来干什么？哦，长青啊，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被打成这样，这是谁呀？下这么狠的手？长青，佳慧的脸是你打的。爸爸，他跑到我的房间里面偷东西，他还说我是疯子。你看，他刚刚把我掐的。我没有偷，是你诬陷我的。我刚刚明明就看见你进我房间了，你还想抵赖吗？不然你说我没有好了，一个一个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佳慧，你先说。潘叔叔，我本来约好了朋友去逛街，为了长青我都退掉了约会，可是没想到却得到了这样的羞辱。长青啊，佳慧的脸是你打的，你太过分了，快向佳慧道歉。爸爸，韦森，算了算了，我看这就是小孩子之间起了一点争执。我想肯定是佳慧啊，帮着长青复习功课，长青又有病在身，觉得辛苦了，是不是啊？不行，堂堂沈家大小姐，做出如此跋扈的行为，要传出去，那不是丢我的脸吗？今天非得让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可。长青，快向佳慧道歉。爸爸，你知不知道他们那样对待我妈妈？可是你还这么护着他们。长青啊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快向佳慧道歉。如果你觉得我冤枉了你，那你敢不敢在爸爸的面前把你的口袋翻一下？有什么不敢的？这不是我拿的！哎呀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不是，佳慧，你韦森呐，佳慧不是这样的人，这个你清楚啊。长青啊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，你就原谅佳慧吧。误会？阿姨，证据确凿，你还说是误会，这不是偏袒他吗？潘叔叔，我发誓我没有拿长青的东西啊！佳慧，长青啊，都是佳慧不好，一定是我平时太娇惯她了，让她做起事来毛手毛脚的。大概是一不小心拿错了你的东西，我让她向你道歉好吗？你就原谅她吧。啊，佳慧，妈妈，我没有。你拿了人家东西，还不快向人家道歉？我真的没有拿，一定是他诬陷我。佳慧，对不起。什么？我没有听清楚。对不起。长青啊，你看佳慧都和你道歉了，你就不要再怪她了。以后你们俩呀，要好好。是啊，长青，为了这点小事，闹得鸡飞狗跳的。佳慧啊，你以后要注意点，知道吗？长青啊，你好歹是沈家的大小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啊！以后到了周末呀，佳慧还是来帮助长青学习，两个人都不许偷懒，听到没有啊？爸爸，佳慧，我知道了。长青，
佳慧，你不要再哭了。这么小的事情你都忍受不了的话，那将来怎么成大器啊？忍，要忍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以为我想忍吗？沈长清，他现在是沈家的宝，可未必他将来也是宝。你太不小心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花了那么多钱，费那么大的精力培养你，为了什么？沈长清，他现在什么也干不了，他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。而你不一样，佳慧，你有能力，你聪明能干。我就是要让你爸爸看着，谁才是沈氏的接班人。